欢迎来到小九聊剧，今天小九带来羿下至少时惊梦。半架空，时间仍在丹青阁，但故事发展皆为私设。章节一，陆大人现在只有8岁，陆毅受人暗算昏迷，醒来后行事莫名，大家担忧他出了什么事，纷纷赶到他房中。不想琳琳把脉后，竟给出了这般答案。一时间，大家面面相觑，时间仿佛静止了一般。最后还是盖叔先开的口：“灵儿，那我这乖孙儿，你可还有办法医好？”金夏和岑福的目光也跟着粘到琳琳身上，琳琳秀美的眉头紧紧地蹙着。此症怪异，我之前从未见过，没什么把握。我先开治抑症的药给他吃着，这几天我会尽力找出办法来。岑福低头叹气，金夏点了点头，诚恳地看着琳琳：“咦，那又得辛苦你了。”琳琳温柔地笑了：“不妨事，只是他现在就是个孩子，这几天还是要留人多照顾他，要不然恐病情会恶化。”谢萧从听到琳琳说出陆毅患了癔症，现在只有8岁心智，眼珠子就一直牢牢固定在陆毅身上，琢磨他是真病假病。此时听琳琳这样说，他立即积极道：“那就我吧，我来照顾姓陆的。”金夏还不知道谢萧对陆毅什么德性，立即制止：“行了，谢圆圆，你添什么乱，还是我来吧。”“我怎么就添乱了呢？你觉得我不会照顾人吗？”金夏和谢萧一拌嘴就是没完，琳琳轻轻摇头。盖叔乐得看热闹，小兰若有所思。陆毅躺在床上，一言未发，只是迷茫地看着面前的几个人，不明白发生了什么。这几个人除了岑阿福，他都不认得，这个地方也甚是陌生，不知是何处。爹爹一向教他，遇事要沉着冷静，这样长大才能成为合格的锦衣卫。但他还是忍不住有些害怕，想念起娘亲来。陆毅拉住岑福的手，小声说道：“阿福，这是哪里？我们私自跑出来，得赶紧回去，不然要挨爹教训了。”岑福不善言辞，见大人如此，又急躁又心痛。“大人，我……”金夏听见陆毅开口就住了嘴，瞪了谢萧一眼，让他别再胡闹。见岑福说不出个所以然，他蹲下来，与床上的陆毅平视，笑着接过话：“大人，此番你前来呢，是来治病的。此事你爹娘也知晓，你不必担心受罚挨骂。这几天你就乖乖喝药，等病治好了，自然就可以回去了。”金夏的笑容一向甜而温暖，再加上真挚的眼神，陆毅一下就对他感觉亲切许多，忍不住想要信任他。但他还是有些不安地道：“可我没有生病，而且若是我生病了，爹爹一向都是让大夫来府里的，娘亲也从未离开过我。”陆毅纯真的目光让金夏有些良心不安，他不自在地偏了偏头，又狠下心，决心先让他相信自己生了病，不然喝药一事可就麻烦大了。“你真的生病了？你瞧。”金夏指了指琳琳，煞有介事道：“这可是下凡的医仙娘娘，医术可高超了。她说你病了，你总得相信吧？”金夏冲琳琳好一番挤眉弄眼，琳琳哭笑不得，只听陆毅道：“可这世上没有神仙，所谓神怪之说都是骗人的。”一直沉默的蓝片子噗地笑出了声。金夏一通怪力乱神之语塞在喉间，没想到陆大人8岁时就有22岁的觉悟，不信鬼神了，这还是个孩子，连神怪之说都不相信，岂不太无趣了？金夏腹诽一番，见此路不通，只好搬出岑福：“阿福的话你相信吧？阿福，你告诉他，他是不是病了？”陆毅瞧他便硬着头皮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大人，您确实是得了癔症。”见陆毅应是信了，金夏便继续面不改色的瞎编：“大人，你今年8岁了，已经是个男子汉了，是不是？”陆毅本在琢磨自己怎会有癔症，闻言认真地点了点头：“男子汉大丈夫，遇到事情要自己面对，对吧？此番你独自前来看病，正是因为你爹你娘想考验你一番，看看你是不是已经真的是个男子汉了。”金夏循循善诱，一通胡扯：“不过你爹还是不放心你，所以让阿福过来陪你，说是万一你一个人撑不住了，就可以让阿福带你回家。”
不过这考验就算是没过了，你一向争气，不会让你爹你娘失望的，对吧？小男孩最禁不住这被承认是男子汉的诱惑。路易点了点头，叶儿最听话了。金夏笑着，心里一口气一松，便伸手摸了摸他的发顶，然后僵住。此情此景，摸摸头哄哄孩子是再自然不过。但陆大人毕竟不是真的孩子，他在心里盘算着他恐怕是唐突了。正想着，手心却传来柔软的触感。陆毅竟乖巧地用脑袋蹭了蹭他的手心，这触感让他无来由一阵慌乱。金夏匆忙收回了手。见金夏哄骗陆毅也哄骗得差不多了，盖叔便开口道：既然如此，那我和灵儿便先回房了。金夏，你照顾好我乖孙儿。好，叔，我知道了。金夏站起身，点头应下。谢霄却不答应了，不行，这怎么能让金夏来照顾呢？这孤男寡女的，谁知道姓陆的会不会对金夏做什么呀？刚刚他就恬不知耻地蹭了金夏的手心。金夏正要说什么，蓝清玄叹了口气，好啦，谢兄弟。陆大人此时只有8岁心智，怎会做出你所想之事？再说，如今除了金夏，又有谁可照顾他？你说你来，也要他愿意才是，不然强迫了他，只会令他病情加重。他怎会不愿意？谢霄大摇大摆走到陆毅面前，大喇喇地开口：姓陆的，接下来几日我……谢霄话还没说完，陆毅就脸色一变，将金夏拉过来一点，正好挡在他的面前。大家见状都忍不住笑了。闹完这一出，盖叔和林玲方才离去，小兰也告辞离开，顺便捎走了灰头土脸的谢霄。就剩下岑福和金夏还在。金夏对岑福道：暗算大人的凶手还没找到，如果他是想杀害大人，估计还会再来。如今大人成了孩子，我武功有限，还要劳烦岑校尉保护大人了。岑福应允：这本是我分内之事，那我就先出去了，有劳岑校尉了。岑福出去后，金夏独自陷入了沉思。大人来这丹青阁，是为了带元明大师进京，如今却接二连三的死人，甚至有人敢在锦衣卫的眼皮子底下对大人动手，外人绝不可能有此能耐。只有现在还在这丹青阁的人能够有机会，会是谁呢？姐姐。陆毅拉了拉金夏的衣袖，金夏一下回过神来，发现陆毅已经坐了起来，正在看着他，那完全是一个孩子的眼神。金夏的心一下就柔软起来，声音也跟着温柔了。怎么啦？姐姐，我想去习字，娘叮嘱我每日都要习字，我今日还未曾。小时候的陆大人真是乖巧可爱。金夏没忍住，又愉悦了一番，摸了摸他的头，笑道：好，房间里就有笔墨，你练便是。陆毅高高兴兴地把鞋穿好下了床，端端正正地坐在书桌前，润笔研墨折腾了一番，开始练字。金夏无事，就在旁边看着，那字虽然稚嫩，却也是端端正正。金夏忍不住笑，陆毅却依旧坐得板正，不受打扰。初时金夏还瞧着有趣，但不多时便有些待不住了，感觉脚痒痒。他想出去溜溜，但扔下大人一人总归不妥。他试探着咳了一声，陆毅没抬头，他只好再重重地咳了几声，却没想到陆毅匆忙放下了笔来瞧他。姐姐，你怎么了？你染上风寒了吗？陆毅关切的眼神实在让金夏无地自容，他干笑了2声，说道：没事，姐姐没事，你继续练你的吧。陆毅哦了一声，又坐回了桌前。金夏盘腿坐在一边，在心里深吸一口气，调整呼吸，企图在丹青阁无师自通体会打坐的奥妙。陆毅不知道金夏难耐，他做事一向专注，也不喜欢三心二意，拿起笔一晃就过了1个时辰。等他放下笔，把练过的纸整整齐齐地收好，才发现姐姐已经在旁边睡着了。他也没靠着什么，只是盘着腿，低着头，摇摇晃晃的，看上去随时会倒。这个姐姐虽然之前他从未见过，但他对她却甚是有好感。眼下他见她这般睡姿，怕她摔倒，他便伸手戳了戳她，想将她叫醒。
谁知道金夏睡得很熟，陆毅这一戳，他直接就往地上倒。陆毅怕他摔着，慌忙接住。金夏的头结结实实磕在他怀里，这下他是清醒了。哎呦，我头！发觉是撞在了陆毅怀里。金夏慌乱地直起身，欲揉脑袋的手也收了回去。假笑迅速挂在了脸上，也不是很疼。陆毅倒是被他撞疼了，有点委屈地揉了揉胸口，我疼。金夏看着陆毅委屈巴巴的样子，才想起来自己是睡糊涂了，大人现在成孩子了都忘了。他想了想自己刚刚的样子，不禁在心里啐了自己一口，袁金夏，你说说你怎么跟陆阎王低声下气还成习惯了？他心里这样想着，却不耽误嘴上去哄陆毅，对不起呀，姐姐不是故意的。陆毅本就不是爱胡闹的孩子，刚刚也只是撒个娇，当然不会计较。没事，姐姐，一儿不疼了。金夏真是没想到，陆大人小时候竟这么招人疼。这小时候这么可爱，长大了怎么就成阎王了呢？金夏在心里大大感慨了一番，却又听到陆毅小声的叫：“姐姐，怎么啦？以后我在这里。”陆毅抓着金夏的手，眼神带着怯生生的期盼：“是你照顾我吗？”大人的手很暖，甚至说得上是有点烫。金夏下意识想挣开，但陆毅不肯放开。他微微撅着嘴，像在撒娇。他的神态和动作都完全是个孩子，可偏偏声音是不会变的，一如以往，低沉而磁性。刚刚那句话像是字字敲在金夏的耳膜上，他的心跳得很快。陆毅见他不应声，有些失望的想收回手，但却被安抚地握住，包在手心里。他说，我来照顾你。章节2，姐姐，你想吃什么？陆毅小时候简直就是乖孩子的模范。白日里，他练了一个时辰的字，得了他的承诺后，开心了一会儿，便邀他去练剑。到喝药的时候，他皱着眉头，挺不情愿，但还是不哭不闹的乖乖把药喝了。没有一般孩子的任性，也不像一般孩子那般贪玩。一整日除了习字看书，就是练剑。金夏回想起自己鸡飞狗跳的童年，对比陆毅，实在是自愧弗如。可时辰已晚，金夏安抚了陆毅回房休息，见陆毅乖乖躺下，他便退出房内，轻轻关上门，微不可察地叹了口气。他自然知道自己只是个没有那2两银子俸禄就要喝西北风的小捕快，没有资格去心疼从小锦衣玉食的陆大人。可他自问，他小时候虽闹腾，却也过得快活。娘疼他，没让他受什么委屈。每回他闹了事，是他的错，娘就教训他，不是他的错，娘也绝不会委屈他。有什么好吃的，娘也会第一时间带回来，让他尝个鲜。可陆毅，金夏回想起今日里他那哄骗陆毅的一通胡扯，什么爹娘要让他一个人在外历练，要看看他是不是男子汉，这不就是唬人吗？他才8岁，说这些岂不荒唐？可他却把这当作再自然不过的事，一声也没闹，一下便信了。金夏胡思乱想间回了房，坐在床上发愣。炼丹房内，袁明着迷地抓着那2张长生不老的方子，炉火滚滚，正炼着长生不老的丹药。这几日，他的时间就像是偷来的，生怕锦衣卫发难，就连炼这丹药都不得安宁，都是因为那个陆毅。一想到陆毅，袁明整个人都烦躁不已，人前和善的面容狰狞而可怖。此时是炼就长生不老丹的关键时期，他断不想多生事端。陆毅是锦衣卫，身份特殊，因此他没有杀他，只是用了药。可他却没想到，陆毅身边的人也这么不好对付，谁也不能阻止他炼长生不老丹。他必须要想想办法。一大早，大家围在圆桌旁一起吃早饭。陆毅只与金夏亲善，自然坐在金夏旁边。谢霄最看不得陆毅与金夏亲近，也挑了金夏旁边位子坐下。金夏倒没想这么多，只管吃就是。陆毅的目光在桌上的食物间溜了一圈，然后问金夏：“姐姐，你想吃什么？”金夏一时没整明白陆毅问这话什么意思，就顺口笑嘻嘻地答道：“我吃个烤红薯吧，你要不要啊？”烤红薯在圆桌的另一头，他正要站起身去拿，
陆毅却把他摁住了。金夏一时有些懵，就看见陆毅站起来，绕到了桌子那头去。那盘烤红薯有大有小，陆毅犹豫一会儿，拿了个最大的回来。他仔仔细细地把皮包好，然后递给金夏：“姐姐，给。”金夏真没想到陆毅年纪这么小，就这般会照顾人。他原想推脱，但看陆毅那小朋友邀功请赏的眼神，便还是接过，笑着咬了一口，给陆毅竖了个大拇指：“毅儿真乖，谢谢你。”他看陆毅自己还什么也没吃，颇不好意思：“你要吃什么？姐姐给你拿吧。”谢霄在一旁看着，不服气的重重哼了一声，狠狠地瞪了陆毅一下。陆毅一个机灵就往金夏背后缩：“不就是包了个红薯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谁不会包红薯啊？”他夺过金夏手中的烤红薯，也不管金夏你干嘛呀的质问，把那烤红薯重重放在桌子上，拿起桌上最后一个葱油饼塞到金夏手里：“金夏，吃这个，这可是我早上特意下山给你买的，快吃吧，可好吃了。”金夏腾出只干净的手，安抚被谢霄吓唬的躲在了他身后的陆毅，拍了拍他紧紧攥着他肩膀的手，拿着葱油饼哭笑不得：“谢圆圆，你幼不幼稚啊？”陆毅原本就想拿那个饼吃，但只剩一个了，他不太好意思拿，这下到了金夏手里。他可怜巴巴地问：“姐姐，我可不可以吃这个饼啊？”谢霄闻言就要怒气冲冲地跳起来，给他一个暴力：“你可以什么？你可以，这是给金夏的，你吃别的去。”金夏及时制住谢霄，警告地瞪他一下。谢霄委屈地收回手，他才回过身去看陆毅，温言道：“好啦，谢霄哥哥是逗你玩的。喏，给你。”陆毅接过，开心地笑道：“谢谢姐姐。”见谢霄又要发难，金夏摁住他：“行了行了，别闹了，大人现在就是个孩子，我总不能和孩子抢吃的吧？赶紧把早餐吃了，一会还有正事要做呢。”又看了一场热闹。盖叔边吃东西边笑：“嗨，这群孩子，灵儿，你这药得吃多久才管用啊？”陆毅正埋头吃饼，盖叔瞧他一眼，痛心疾首道：“他这一直8岁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。”琳琳瞪他一眼：“这药才吃了1天，你就盼着有效果？我可没这么大的本事。你若有1天见效的好药，拿出来给他吃了便是。”这陆毅听英是在说他，就把嘴里的饼咽下，规规矩矩地开口说：“叔叔，我9岁了。”9岁？众人讶然，昨天还说他自己8岁呢。金夏高兴地看着玲玲：“咦，你的要见效了？昨天8岁，今天9岁，过个10几天，大人就能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了。灵儿，你可真是神医。”盖叔对玲玲自然是不吝赞美，看来这1天见效的好药，还是你才能拿得出来啊。玲玲的喜色淡淡的，先给陆毅把了脉，才说脉象却有好转，不过还不能掉以轻心。大家早饭也基本用完了，金夏小声叮嘱陆毅：“你先回房去习字，好不好？姐姐现在有公务要忙，晚一点再去找你。”陆毅有些不情愿地拉着金夏的手，担忧地看着他：“危险吗？爹爹每回说要忙公务，都是要去做危险的事。”金夏笑着摸了摸他的头：“不危险，别担心，你乖乖在房中待着，不要乱跑，等姐姐回来。”陆毅点了点头，回房去了。岑福跟上，保护他的安全。金夏的心里暖暖的。说正事。盖叔开了口，脸色凝重，锦衣卫重重看守之下，外人不可能进来，定是丹青阁的人害了我乖孙儿。丹青阁就3个人，我们必须要尽快从中找出凶手，否则敌明我暗，若他要再对我们下手，我们防不胜防。我也正是这么想。金夏点了点头。丹青阁如今也就剩蓝骗子、三兽、元明大师3人，现在我们可以分头行动，各自监视他们有无异常。这是一种稳妥的法子，但凶手狡猾，我们不一定能找出线索。谢霄性子急，忙问：“那我们还能怎么办？”我昨日去见了小兰。金夏条分缕析地说道：“他告诉我，大人是在见过元明大师之后，才倒在房中的。我问小兰这是否是亲眼所见，她说是师傅所说。
也就是说，袁明可能撒了谎，就是他暗算了大人。但小兰和三寿师傅的嫌疑不能就此排除，我便悄悄去勘探了他们的房门。从鞋印上看，他们的房门并没有大人进入过的痕迹，也就是说，大人出事当晚只去过元明大师的房中。若要说嫌疑，恐怕元明大师的嫌疑是最大的。话是这么说，但也有可能是姓陆的从元明房中出来后，在廊间被人下了药啊。谢霄怀疑道。不可能。金夏摇了摇头，大人的武功高强，三寿师傅和小兰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若真让他们得手，那也势必发出巨大的响动，我们不可能听不到。但我们发现我乖孙儿的时候，他是在自己房中。金夏，你有没有去看过我乖孙儿房门口的痕迹？盖叔皱着眉头。看过，除去当时我们的鞋印，还有元明大师和小兰的。小兰的痕迹就元明大师的痕迹新，而且元明大师的脚印像是负了重物。据小兰说，是他师傅让他去叫大人去房间中议事。可看脚印，元明后来又来到了大人房中。既然已经将大人叫去了房中，为何后来还要再来呢？而且还负了重物，不用金夏多说，众人心里已然明了真相。想不到那个元明看上去道貌岸然，竟是这般残忍的杀人凶手。谢霄嫉恶如仇，最是看不惯这种人。既然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凶手就是元明，那现在就去把他抓来。张杰三，你希望我快点长大吗？陆毅回到房中，乖乖按照姐姐的嘱咐润笔研墨，准备习字。可真提起了笔，一连写了好几个字，却都歪歪扭扭的。他心情烦躁，习字也效果甚微，索性不高兴地把笔一扔，坐着发呆。他心里惦记金夏姐姐，他想，姐姐作为一个捕快，睡觉都一点防备没有，一戳就倒，真遇到什么危险的事，他能行吗？于是把在外面守着的岑福叫进来。阿福。岑福推开门，大人，何事？陆毅坐在桌前，一副很沉稳的模样，吩咐他道，我留在房中，不会乱跑，姐姐那边我担心她一个人应付不了，你去帮她吧。大人，不可呀。岑福连忙拒绝，大人的安危是最重要的，金夏那边有的是人帮他，我得留在您身边保护您。陆毅皱皱眉头，在脑海里搜寻阿福说的有的是人都是些什么人，随即脑子里便蹦出来刚刚那个扔姐姐红薯，不想给自己吃饼的莫名其妙的弱智哥哥，还有看起来老不正经的叔叔。他瞬间就不高兴地摇了摇头，不行，把姐姐交给他们我不放心。阿福，你亲自去保护她，我才能安心。岑福无奈，只能硬着头皮拒绝。大人，恕难从命。陆毅急了，整个人都气鼓鼓的。阿福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怎么啦？怎么啦？吵什么呢？金夏刚回来，远远就听到陆毅房里的动静，赶紧赶过去，就看到岑福低着头，一副挨训的模样。陆毅坐在床上，扁着嘴，看上去又委屈又气恼。岑福见到他来了，大大松了口气。袁姑娘。陆毅从前向来喜怒不形于色，如今见到他啄脑的模样，倒是看着新鲜。金夏觉得好玩，坐到陆毅身边，拍拍他的背，哄道：怎么啦？陆毅见到金夏回来，恼火立即就散得七七八八，就剩委屈了。但他也明白阿福是为了他好，并不想告他的状，所以只是抱着金夏的胳膊不说话。金夏无法，看向岑福，岑福便委婉答道：大人担心你的安危。我。金夏匪夷所思地指了指自己，我能有什么事儿啊？但以金夏的聪慧，岑福提点一句，他自然也就想明白了他们为何争吵。他侧过脸，陆毅还是一副小孩子赌气的模样，看上去就要哭了。他只得冲岑福挤挤眼睛，做了个我来搞定他的口型。岑福点点头，转身离开，轻轻把房门关上。好啦，大人。金夏好笑地戳了戳陆毅鼓鼓的腮帮子，你不是最乖了吗？怎么现在还胡闹起来了？我没有胡闹，可阿福不愿意听我的。陆毅最不愿别人说他胡闹不懂事，立马反驳，我明明都答应他不会乱跑了，可他还是不愿意去保护你。
他低着头小小声的嘟囔，到最后声音几乎要听不见了。那当然了，姐姐我本事大着呢，哪用他来保护？金夏戳了戳他的脑袋，你现在武功学得如何呀？若真有什么事，没有岑服，你怎么办？可要是姐姐出事了，叶儿又怎么办？金夏一愣，他的脑海里浮现出那时陆毅在病榻上的情景。他问他，若是大人以后再也见不到卑职了，您会不会伤心？他答，也许会吧。如今他失了记忆，成了孩子，是不是内心深处却还记着一点点他呢？他愣了不久，就反应过来陆毅的声音带着哭腔，于是慌乱地捧起他低垂着的脑袋，正好看到一颗圆滚滚的泪珠从他眼眶里滚落下来。叶儿每日都会努力习武，爹爹说我的武功在同龄人间已是翘楚了。哎呀，你怎么就哭了呢？别哭了好不好？你看看你这张俊俏的脸蛋，哭了可就不好看了。金夏彻底慌了，连忙抬起袖子给他擦眼泪，捧着他的脸和他对视，哄道：别哭了，再哭姐姐就心疼了。真的吗？陆毅睫毛上还挂着眼泪，眼眶红红的。那滴眼泪看得金夏心里一疼，他便伸手抹了，又像揉面团一样把他的脸揉得乱七八糟的，那是自然。他可是他用命救回来的人，能不心疼吗？金夏这样的想法刚冒出头，他便又使劲摁了回去。僭越了，僭越了，他在心里警告自己，他救大人是因为大人救了他，他自然要报答。至于其他的情感，那自然是没有的。金夏也不确定他这是真心的，还是在糊弄自己。陆毅破涕为笑，任由金夏的手在他脸上胡作非为。那叶儿不哭了，真乖。金夏笑着，最后捏了一把他的脸，接着便及时收回手，以免大人清醒后认为他有趁人之危之嫌。姐姐，那你的公务忙完了吗？金夏摇了摇头。时间到，回到早饭后。不行。金夏按住义愤填膺的谢销，这些都是我的推测，并没有实际的证据。锦衣卫办事虽说嚣张跋扈，却也是要讲究证据的。脚印一类的证据只能证明是元明大师向大人下的毒手，终究不好向皇上交差。大人此番前来，是为了调查元明大师炼制有毒的丹药给皇上一事。待元明进京，我们得找出证实元明炼制有毒丹药的证据，此事才算有了了结。盖叔连连指了金夏几回，丫头说的对。他扭头看向玲玲，玲儿，我们去对付这个老东西。玲玲点了点头，算是应允。谢霄在一旁听着，酸酸地说道，我倒是听出来了，金夏，你不肯现在就抓他，就是为了那个姓陆的。金夏做事要打他，胡说什么呢？他说完觉得不放心，又补了一句，谢圆圆，你可千万别轻举妄动，到时候害了盖叔和林姨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。谢霄扭过头哼了一声，我知道了，我又不是傻子。金夏看着陆毅童真的脸，笑着叹了口气，嗨，大人，要是你能快点好起来就好了。姐姐，陆毅有点疑惑地看着金夏，我到底生了什么病？你们说我得了癔症，可我觉得我很正常。你呀，金夏斟酌着措辞，你再重新长大，从8岁到22岁。陆毅琢磨了一下，似懂非懂。他问，那姐姐，你希望我能快点好起来，是希望我快点长大吗？金夏一时不知道该回答什么，他的脑海里是他在肆虐的风雪中捂住他耳朵的手，替他挡下那枚暗器的身影，还有他说我不准你死的声音。他不常笑，总是一张阎王脸，不像他现在总看着他露出开心的笑。他跟在他身边，总想着天塌下来也会有他扛着。他希望他赶紧好起来，就是希望他快点长大，快点变回那个无所不能的陆大人吧。大人，你现在这样开心吗？金夏问道。陆毅不知道他说的这样指的是什么样，姐姐应该是问他现在开不开心吧。这样想着，他咧开嘴笑着说，开心，有姐姐平安无事的陪着他，他自然开心。那大人就不用急着长大。金夏笑着揉他的脑袋，有什么事卑职来替你扛。张杰4，你能不能不要离开我？夜深了，
此时正值丑时，是一切安眠的时刻。深夜的丹青阁静谧无声，三兽躺在床上，焦灼地数着时间，估摸着现在到了丑时。他爬起身，从床底下摸索出他这几日偷偷收拾好的金银细软，准备偷偷离开。他这几日观察，发现锦衣卫是在丑时到寅时间换岗。袁明那老东西知道有锦衣卫看守，夜晚便也不会紧盯他。此时正是离开的大好时机。自从锦衣卫来了丹青阁，三兽就开始提心吊胆。他知道他们是来查皇上丹药的事情，但丹药是袁明炼的，他们定想不到此事与他有关。可偏偏那夜让他撞见了袁明杀死二胖，他从未想过袁明如此心狠手辣。若他不跑，再让袁明知晓了是他换的丹药，死的就是他了。他不想死，他不想死。三兽颤抖着，把门轻轻拉开一条缝。想跑哪儿去？忽然一只手猛地从三兽背后紧紧地捂住他的口鼻，不让他发出一点声响。敢乱动，我现在便杀了你！声音一出，三兽浑身的鸡皮疙瘩便竖了起来。是他，是那个给他银子让他调换丹药的人。他根本不会武功，此时挣扎也无益，万念俱灰，眼中流下2行泪。放了我吧！严峰冷哼一声，公子说你恐怕会坏事。果真如此，这个臭道士留着果然是个祸害，当初留他一命，就是怕他死了，嫁祸的就太明显，动不了丹青阁。现在他居然想跑，岂不是此地无银300两？我现在放开你，你最好别动什么歪心思，否则我杀了你再离开，也是轻而易举。见三兽捣蒜般点头，他松开他，冷冷地问：锦衣卫查出什么了？三兽双腿颤抖着，几乎就要站不稳，他慌乱地摇头：没有，锦衣卫没有查到我，他们在怀疑我师父袁明。你放了我，放了我！严峰的声音危险而狠厉。怀疑袁明？你跑什么？还不说实话！袁明要杀我，袁明要杀我！我看见了，我看见了袁明杀人。在三兽颠三倒四的叙述中，严峰明白了事情的大概。他的手搭在剑上，犹豫要不要杀了这个胆小怕事的臭道士。既然袁明已经杀了2个人，再把他杀了，嫁祸到袁明头上，后患便算解决了，袁明也罪加一等。他正要拔剑，门忽然轻响一声，他瞳孔骤然缩小，剑一下就架到了来人的脖子上，却没动手。他皱眉：袁明。袁明讨好的笑着，示意他放下刀。我若要揭发，刚刚听完你们说话，就应叫锦衣卫来抓你们。他原本是不放心三兽，怕他出了岔子，坏了他的炼丹大计，没想到竟让他撞上了这一幕。原来他的丹药是三兽受此人指使换的，就算抓住了此人，丹青阁与偷换丹药一事也脱不了干系，倒不如就让他替他解决了那该死的锦衣卫，等皇上再派人来。丹药也已经炼好了，那是他长生不老，逍遥快活，哪还用管这些破事？我刚刚听到你提起公子，想必你也是替人办事。今夜你们所言，我会当作没有听见，日后也定不会提起。但我有一事相求。严峰玩味地看着他，见并未离开他的脖梗分毫。哦，负责带我回京的锦衣卫是陆毅，我希望你能解决掉他。袁明见严峰神色不动，又匆忙补充道：他中了我的迷魂香，现在已然是个孩童，好对付多了。奈何我一生痴迷炼丹，武艺不精，他身边又有许多人围着，我一人对付他实在有心无力。陆毅成了孩童，这倒有趣。严峰见风一转，在地上瘫坐着的三兽连声音都还没来及发出，就倒在地上死了。袁明颤抖着手指指着三兽：这人是你杀的？严峰冷笑一声：你说的话我会考虑，赶紧把尸体处理掉吧。若是被我发现你敢多嘴，这就是你的下场。语毕，他轻轻一跃，从窗口跳了出去。袁明惊慌的神色瞬间消失在脸上，他冷漠地看着地上的三兽，从怀中掏出早已准备好的药粉撒在他身上。清晨，今夏照例端着药来找陆毅，他敲敲门，唤了声：大人，
无人应答，他便打开门，直接走了进去。见陆毅已经醒了，坐在床边，他把药放在桌上，笑着招呼他过来喝药。陆毅原本正在盯着手腕发呆，看见金夏进来，他倏地站起身，冲过来抓住金夏，急躁的样子吓了他一跳。姐姐，你有没有看见我戴在手上的手链？就是串着几个金色珠子的琴弦，我一直戴在手上，今天早上起来却发现手上空了。你别着急，你看。金夏连忙把自己的袖子挽上去一些，露出纤细的手腕，那琴弦赫然就在他的手腕上。喏，在这呢。陆毅愣了一下，怎么会在姐姐这里？是你给我的，只是你现在忘记了。陆毅的神情让金夏颇有些夺人所爱的愧疚，他犹豫了一下，试探着问道：姐姐把它还给你，好不好？不想陆毅却坚定地摇了摇头，是我给姐姐的东西，就算我忘记了，也不能拿回去。只是他终究是个孩子，掩盖不住眼中的伤情与失落，看得金夏良心更加不安。这条手链终究是对大人意义更加重大，还给他也是应当的，抢孩子东西也忒不像话了。他强拉过陆毅的手，将手链重新戴回他的手上。戴好了。见陆毅皱着眉，马上就要将它脱下来，他连忙按住他的手。我知道这是你给姐姐的，你不想食言，但是现在你更需要它，姐姐想把它给你，你也得尊重姐姐呀，是不是？陆毅不说话，盯着那琴弦，眼眶红红的。金夏坐到他的旁边，轻抚他的脊背，他轻声问：你今年几岁了？姐姐，我10岁了。原来大人是在10岁的时候失去母亲的。金夏叹了口气，虽然他也是个孤儿，可是他走丢的时候还太小了，如今爹娘的模样压根不记得，也没有任何记忆。将他从堂子里带回家的娘也待他极好，这让他想起亲生爹娘的时候，终归不至于那么伤感。可大人却是牢牢记得的。他把染了娘亲血的琴弦戴在手上，时至今日也仍在想念他。爱之深，痛之切，这深入骨髓的痛苦，他独自一人承受到了如今。大人真不容易啊，他想。从前娘亲总会弹箜篌给我听。陆毅静静地说道：我知道我再也听不到娘亲弹的桃夭了，但我把琴弦戴在手上，看见它我就可以回想起琴音，回想起娘亲。我怕我像爹一样把娘忘记了，她会伤心的。金夏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他摸了摸他的后脑勺，认真地看着他，说道：你娘亲有你这样的儿子，他在天上看到一定会很高兴的。陆毅低着头，眼泪一颗一颗地往下掉。他伸手抱住金夏，在他的怀里呜呜地说：姐姐，我想娘亲了。金夏的手一时不知该如何安放，陆毅温热的眼泪渗进他的衣服里，连内里的肌肤都能感受到眼泪的温度。他发现他始终无法真的将现在的小陆毅和陆大人割离开。他想，或许在大人独自度过的漫长时光里，无数次盯着手上的琴弦看的时候，他都想说一声我想娘亲了，只是无人可说，也没有那个必要。锦衣卫断情绝爱，亲情也是如此，现在说出来，或许能让他以后不再那么难受吧。金夏的手慢慢放上他的脊背，把他抱得紧一点。他拍着他的背，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，只得轻轻地说：不哭不哭，姐姐在呢。他抱着他，忽地又想到，原来自己还是看清了这琴弦于大人的意义。既然那么重要，既然那么不可失去，当时他把那琴弦戴到自己手上的时候，是在想什么呢？姐姐哭了一会儿，陆毅在他怀里问道：你能不能不要离开我？这话就是孩子撒娇。金夏顺口就答：不会的，姐姐一直陪着你，好不好？陆毅坐起身来，看着他，认真地点了点头。金夏被孩子纯真的眼神看得心虚，抬起袖子给他擦了擦眼泪，把药端给他。好了，把药喝了吧。你说陆毅那小子现在就是个孩子，那老道士真跟你这么说？严氏翻半躺在软榻上，身边美女环绕，坐在他身旁的女子递了一颗葡萄到他嘴边，他张口吃下，顺带舔了舔美人的手指，
这倒有点意思啊。陆毅那小子最喜欢板着脸端个架子，我倒想看看他孩子心性是何模样。确实如此，那老道士就是想借公子之手除掉陆毅，才告诉我这些。严峰恭敬道：那公子，你看。哼，丹青阁的一个破道士，借刀杀人也敢借到我的头上。严世蕃坐起身来，折扇在手中轻敲。不过这的确是个好建议。锦衣卫监视陆毅，奉旨查案，最后因公殉职。凶手袁明畏罪自杀，这听起来不错，对吧？严峰一笑，属下明白，属下这就去办。张杰武，可你不是别人。今夏，今夏。谢萧急匆匆地闯进门来，陆毅奇怪地看着他。今夏见他脸色不好，心里有了不好的预感。怎么了，谢媛媛？出什么事儿了吗？谢萧着急忙慌的正要开口，今夏却伸手让他打住，你先等等。陆毅正等着听发生了什么事儿，见今夏要他打住，不解地看过来，却被他敲了脑袋。姐姐有事儿，你乖乖把药喝了。陆毅揉揉脑袋，扁了扁嘴，好，走走走，外边说去。今夏起身就推着谢萧往外走，走了2步又想起什么，从怀里掏出一小块误食，放到陆毅面前。谢萧偷偷瞟了一眼，是块糖。把药喝了再吃啊。陆毅眼睛一下亮了，乖巧地点点头。谢萧心里不是滋味，但也不至于在此时来计较。门一关上，今夏拉着他还没走几步，他就急不可耐地说道：三寿死了。虽已猜到会是这样的消息，但今夏心里还是一滞，又死了一个人。他分明已猜出袁明就是凶手，却又放任他害死了一个人。今夏强压下心里的愧疚与自责，努力冷静道：有尸体吗？是否跟前2次一样？谢萧引着他往三寿房中走，他就死在他自己房中。跟前2次一样，找不着尸体，但应该是死了。一如前2起案子，今夏上还在门口，就已闻到了那熟悉的刺鼻的气味。今夏，你来啦！盖叔叹气，是我们太疏忽了，竟又让那厮杀了一个人。叔，先别说这些，这里留下的痕迹，乍一看好像与前2次没什么不同，却好像有哪里不对。今夏细细打量起了地面，却暂时没看出什么。叔，你何以昨日去打探那袁明？可曾探到什么消息？这，盖叔和林玲对视一眼，摇了摇头。我确实有所发现，但与炼制有毒丹药无关。我在那袁明的房中发现了一个暗室，里面有炼丹炉和一堆瓶瓶罐罐，应该就是袁明平时炼丹之所了。那里面有2页残缺的药方，是我们药王谷遗失的部分秘卷。那方子是延年益寿的，虽然并不完整，但炼出来的丹药也不至于有毒。那暗室和他房中我都翻了一遍，丹药皆为无毒的。这袁明倒真像是个只醉心于炼丹的道士，其余的我再无发现。他屋里的丹药全是没毒的，连暗室里的也都不是。你就这么确定？谢萧不信的又问了一遍。盖叔瞪他：你这小子，我向来对毒物最有研究，这丹药有毒无毒，我自是一看便知。谢萧皱眉道：难道给皇上丹药下毒的人不是他？今夏的脑子乱糟糟的，手握成拳，里面沁满了汗珠。锦衣卫办事向来没有客气可言，搜身也是常事。袁明不可能蠢到把毒药放在身上。盖叔办事仔细，又精通毒物，他搜过一遍袁明的房中和炼丹室，也没有毒药。袁明这几日从未踏出丹青阁半步，而丹青阁内他们已经探了个遍，除了袁明房中再无暗室。毒丹药与袁明确实无关，是其他人所为。2胖3瘦已死，只剩蓝清玄，事到如今该如何是好？这几日大人出了事，所有的重担都压在他身上。他在6扇门挑惯了担子，也没什么娇气可言。可是大人啊大人，您的活都让卑职干了，可您的俸禄卑职却无缘享受啊。今夏在心里叹气，但脑子却转得飞快。袁明的房中没有毒丹药，给皇上进贡有毒却吃不死的丹药，对丹青阁没有任何好处。从线索和动机来看，都不是袁明。那照这样看来，
就必然是3个弟子中的一个，是哪个呢？又为了什么？他一时想不出结果，但还有更急迫的事。他问：小兰在哪里？他知道三兽死了吗？林林摇头，没有，我们还未曾告诉他。这样，我先去找岑福，让锦衣卫派人把袁明看好，不能再出一丝差错。谢圆圆，你去找小兰，告诉他师傅的事，让他多加小心。说的时候记得看看他的反应。林姨，得劳烦您再抓紧研制让大人恢复的药方了。大人现在虽在恢复，但速度太慢了，我们在丹青阁多拖延1天，就多1分危险。叔，您在这先守着，别让人进来乱动，破坏了痕迹。一会儿我再回来看，我总觉得有哪儿不对劲。金夏一口气说完，见大家都点了头，就火急火燎地往陆毅房间走。岑福正站在门口，看到他回来，问袁姑娘，你们商议的如何？听到岑福在门外叫金夏，陆毅从桌前起来，悄悄地往门口挪了几步。三兽死了，虽然现在暂无凶手定论，但袁明依旧嫌疑很大。金夏直入主题，岑校尉能否多调几个人盯着袁明？死的人够多了，不能再有下一个死者了。岑福的神色有些为难。袁姑娘，锦衣卫现今所守的地方都是大人为遭暗算前布置的，要擅自调动锦衣卫，我没有这个资格。岑校尉，我不是想为难你，但是事关紧急，大人一时半会儿不能恢复。若不知不能紧跟案情，你们带来的锦衣卫岂不是白带了？金夏耐着性子跟岑福掰扯，现下最要紧的是不要再出人命。若我一人能够看住袁明，我定不会来劳烦岑校尉。但我实在是分身乏术啊！门突然开了，金夏和岑福皆是一愣。大人，阿福，你说锦衣卫都是归我调动？陆毅问道。岑福低头，自然是听从大人吩咐。好。陆毅解下身上写着锦衣卫陆毅的腰牌，递给金夏，姐姐，给。金夏怔了一下，随即斥道：胡闹！锦衣卫的腰牌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？赶紧收好，别弄丢了。岑福也忙道：大人，这腰牌关系重大，您不能这样随意处理啊。陆毅却不似以往听话，他抓住金夏的手，把腰牌硬塞进去。叶儿现在病了，帮不上忙，已是让姐姐替我受累了，自然不能再让姐姐行事不便。而且他顿了顿，似乎因为金夏刚说的话有点委屈。姐姐不是别人。他扭头看岑福，腰牌是我的，怎么处理自由我说了算。现在腰牌给了姐姐，他就代表了我，锦衣卫的一切调动，你听他的就是。知道了吗？岑福咬咬牙，属下明白。金夏手里攥着温热的腰牌，思绪万千，似乎有什么在心里呼之欲出，但现在容不得他乱想。他把腰牌收好，推着陆毅回了房间。大人，在房间里待好，不要乱跑，我先走了。陆毅点了点头，姐姐，注意安全。叔。金夏回到三兽房间，怎么样？可有什么发现？哟，丫头，你来得正好，我不是不快，有些事也不明白。盖叔站在三兽的柜子旁边，示意他看，你瞧，这里头空寥寥的，连件衣服也没有。方才我翻遍了整个房间，连个铜板都没找到。这做道士的虽然侍奉什么无量天尊，到底也是凡人，不可能一点积蓄也没有。你说我什么都没找到，是不是很奇怪？的确，仔细一想，还有更怪的。叔，你昨夜到今晨，有没有听到过人的惨叫声？盖叔仔细想了想，不曾听到啊。他一下明白了金夏的意思，前2次都是听见了惨叫，他们才来找人的，这次明显不一样。见盖叔表情，便知他已明白。金夏一笑，仔细琢磨起这房间来。他盯着地板瞧了一会儿，忽然发现一点褐色的痕迹，他立即蹲下来细细查看，眉头一皱，是血迹。这血迹并不自然，类似于平时抹布擦过桌子后留下的水渍。这是被擦拭过的血迹。金夏循着痕迹一直细看下去，发现了更多的褐色痕迹。这里曾有人流过很多的血，可若按袁明之前的杀人手法，
根本不会出现这般血迹。叔，你看，今夏将血迹指给盖叔，这地上有很大一片被擦拭过的血迹，我们昨夜至今晨都没有听见惨叫声，说明三兽不是被那药粉所杀。看这大片的血迹，我倾向于三兽是被人用利器所杀。此人必定武功高强，将三兽一击毙命，以至于连声音都没发出就死了。否则无论是打斗声、挣扎声、惨叫声，我们都不可能听不见。袁明没有这样的武功，小兰也没有。丫头，你是说凶手不在丹青阁内？金夏眼神锐利，他压低声音说道，要么就是锦衣卫中出了内鬼，要么就是从外面闯进来的人。可一个普普通通的道士，有什么值得锦衣卫背叛皇上来杀？或是外面的武功高手特意闯进来杀呢？尤其是此时丹青阁没落，三兽又是个胆小怕事的，应当不会招惹什么是非。除非我明白了。金夏终于想明白了个中缘由，他狠狠一捶地面，三兽是被人灭口的，是他受人指使调换了丹药。种种看似莫名的细节终于都被他串联起来。既然袁明根本就不曾练过什么毒丹药，三兽对袁明的恐惧并不是因为他知道他的什么丹药的秘密，而是因为他目睹了袁明杀人。他做贼心虚，怕被袁明揪出来，必定早早就收拾好了，想要逃离丹青阁。因此我们才找不到他的金银细软和衣物。他若是此时逃跑，便是此地无银300两，指使他的人绝对不会放过他，因此把他杀了。盖叔听得一愣一愣的，可这房间却跟前2次杀人的现场极像，难道这袁明跟凶手又有什么关系？不对不对，丫头，你这些都是推测，没有证据啊。证据我自然会找到的。你去哪儿找？我要去会会袁明。张杰六，我想保护姐姐。你去会袁明，会什么会？盖叔彻底给金夏整懵了。三兽不是他杀的，你去找了他又如何？人的确不是他杀的，但他一定有参与。金夏耐心解释道，叔，你刚刚也说了，这房间跟前2次杀人的现场极像。我们会这么想，最大的原因就是尸体被药粉所腐蚀，而这个药粉只有袁明才有。凶手跟袁明必然有所联系，否则这药粉从何而来？现在三兽已经死了，只有袁明知道凶手是谁。三兽怎么死的是我的推测，要想知道我的推测对不对，去他房里一探便知。等等，盖叔拉住拔腿就走的金夏，若他确实跟凶手勾结，你要拿他如何？金夏沉默了一会儿，道，先将他抓起来再说。他害死了二胖和小新，绝不能让他逍遥法外。要抓他，我们2个可不够，得多带几个人。盖叔提醒道，你别忘了，我乖孙儿是怎么变成现在这样的。多带几个人？金夏一脸苦笑，我们这会武功的算上谢圆圆，总共也就仨。怎么多？金夏说着忽然停了，从怀里摸出陆毅的腰牌，攥着就往外走，差点把这茬给忘了。叔，我们走。盖叔目瞪口呆地看着金夏手里的腰牌，身体麻木地跟着他走。丫头，你这可不厚道啊，趁我乖孙儿不懂事，还把他腰牌给抢了，这锦衣卫的腰牌可不是开玩笑的呀。哎呦叔，您说什么呢？这腰牌是大人给我的，我哪敢抢他的腰牌啊。岑福还在陆毅门口守着。金夏走过去，压低声音道，岑校尉，我现在要去找袁明。岑福不解，为何？你找到他给皇上丹药下毒的证据了吗？要是还没有，这时候去找他，恐怕打草惊蛇。给皇上毒丹药的不是他。金夏话音刚落，岑福就瞪大了眼睛。他嗨呀一声，一摆手，这是说来话长，等会出来我再跟你解释。我大概能猜到下毒的是谁，但我还没有确定下来。所以现在我要去找他，他可能是唯一知道真相的人。岑福跟了陆毅多年，很多事情不需要说得太清楚，他就能明白。自然也知道金夏的意思，我调了8个兄弟在周围盯着他，也告诉了他们你可以调动锦衣卫，你去找袁明。要是有什么事，击掌为令，他们听见了，自会前去帮忙。多谢岑校尉。
金夏笑着冲岑福一拱手，和盖叔一起朝袁明房间走去。而袁明此时在暗室中紧盯着炼丹炉的火候，他无心去想昨夜的事，眼下这丹要成功在即，估摸着只要4、5日了。只要能拖过这几日，赌。金夏敲了敲门，无人应答。他和盖叔对视一眼，盖叔轻声说：“兴许在暗室里。丫头，你打算怎么办？”在暗室正好，叔，我们先进去看看，找2样东西。金夏迅速地说道：“染了血的衣服或者抹布，还有3兽的包袱，这些不可能凭空消失。如果是凶手要藏匿的话，无论是锦衣卫还是外来的高手都非常不便，很有可能就在袁明房中。走。”金夏轻轻地推开门，盖叔轻手轻脚地溜了进去，轻车熟路的就在有可能藏匿东西的地方找了起来。其实这些东西也有可能在暗室，但金夏总觉得应该不会。按照叔上次来袁明暗室所看到的，再加上袁明炼丹极为神秘，连亲传弟子都不允许打扰，而且一炼丹就是好几个时辰。袁明应当是一个极为痴迷于炼丹的人，这样的人是不会允许这些与炼丹无关的东西放在炼丹室里的。那会在哪儿呢？叔，金夏轻声叫了叫正翻得起劲的盖叔。袁明房中有没有活水的地方？大人，你这是要去哪？岑福无奈地挡住开门欲出的陆毅，你刚刚才答应了袁姑娘要待在房中的。我不乱跑，我要去找医仙娘娘。姐姐是担心我的安危，你跟着我就是了。陆毅自有主张。医仙娘娘房间在哪？岑福只得将陆毅带到琳琳房门口。陆毅敲了敲门，房门打开，琳琳略微惊讶地看着他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医仙娘娘。陆毅规规矩矩地朝琳琳行了一礼：“我有事想请您帮忙，进来说吧。”琳琳引陆毅在茶桌前坐下：“怎么了？”医仙娘娘，这几日我喝的药都是您煮的吧？辛苦您了。陆毅没什么朋友，也不太擅长和人打交道，说起客套话来举步维艰。我太谢谢您了。陆毅为难的样子看着让人忍俊不禁，琳琳掩面轻轻笑了笑：“不用客气，你找我是有什么要紧事吗？我想要您帮我快点长大。小孩子藏不住心思，焦虑写在脸上，我的药都是您开的。我很感谢您，但是这药效太慢了。医仙娘娘，您能给我让我更快长大的药吗？”琳琳倒没想到他来是为这事儿，为什么这么着急呢？陆毅低着头，手指在桌子底下不安分地搅着：“我想保护金夏姐姐，现在我是个孩子，什么也不能为她做。阿福都告诉我了，姐姐现在在忙的公务都是皇上交付于我的案子，锦衣卫办案没有不危险的，我不能让姐姐一直替我扛着。”这孩子倒是一片真心，琳琳看在眼里，便正经与他道：“这几日我也一直在想法子，有个药方可以一试，药效或许会比原来那方子好得多，但我还没有确定，因此一直没有拿与你。医仙娘娘，您拿给我喝吧。”听到有法子，陆毅立马就高兴地应下了：“我不喝。您怎么知道药效如何呢？”的确如此，但……琳琳眼神复杂地看向陆毅，陆毅觉得有些瘆人，问：“医仙娘娘，难道这药喝差了会死吗？”“当然不会，你的命是今夏舍命就回来的，我怎会拿你冒险呢？只是……”琳琳笑了笑，这药方子特殊，熬出来的药味道奇怪得很，一般人都难以忍受。你若是要药，就得忍着点了。陆毅听了前半句，有点发愣，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：“谢谢医仙娘娘。”袁明盯着那炼丹炉久了，有些困意，便准备回房。已经这个时辰了，小兰差不多也该来告诉他3兽的死讯了。再不出去，万一他自己闯进来就不好了。他最后确认了一遍火候，在心里默默算了一下什么时辰要再回来，才顺着台阶往房中走。走了没2步，他顿了顿，驻足不动了。房中好像有声音：“丫头，你动作快点，我听见他上楼的声音了。”盖叔边在他的柜中翻找着，边小声催促金夏。后者草草应了一声，额间的汗都快滴落下来。
清澈的水仍缓缓地从主管中流出，落到小池子里。这里应当是元明炼丹时取水的地方，是房间中唯一一处有活水的地方。三兽房间地面上的血迹被擦拭过，杀人的人没那功夫，只有元明才有机会。那么大量的血迹，用于处理血迹的布料一定吸满了血，只要丢掉就会被发现，放在房中别处，若有人来了，也很容易被察觉。不想被发现，只能将它洗干净，驱除掉血的味道。但这主管水流极小，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。为了保险，布料应该会被放在一直能接触到活水的地方。金夏忽然察觉到池中的一块砖有些异样，他将手伸向它，用力一掰。与此同时，盖叔找到了元明柜中暗格的机关，找到了。元明此时正从暗室里出来，看到盖叔和金夏。大金，你们在这里做什么？金夏捻着块血淋淋的布。盖叔手里拿着个半散了的包袱，里面依稀可见三兽的道袍。金夏此时连笑容都懒得挤一个，冷冷道：“你说我们在这里做什么？”大事不妙，元明转身就想跑回暗室。金夏一拍手，8个锦衣卫迅速破门鱼贯而入，反剪了元明的双臂，将他牢牢控制住。元明疯了一样的挣扎，锦衣卫不是吃素的，他根本动不了分毫。金夏把布丢到他面前的地上。这上面是谁的血？你们放开我，放开我！我的丹药就要炼成了，你们谁也不能妨碍我！放开，快放开我！元明面色狰狞，狠狠地瞪着金夏。金夏丝毫不怵，缓缓说道：“你身为丹青阁阁主，人人都尊你一声元明大师，你深受皇上信任，却滥杀无辜，还给皇上进贡有毒丹药，你难道心里就没有半点愧疚吗？我给皇上的丹药都是最好的，根本没毒。”元明声嘶力竭的大吼。提到这茬，他忽然想起来自己手里还有什么砝码，狞笑道：“只有我知道给皇上进贡有毒丹药的人是谁，你们放了我，放了我，我就告诉你们。”金夏冷眼看着，转头就笑着冲站在旁边的一个锦衣卫弯了弯手指。他弯下腰凑过来，他便低声道：“你们锦衣卫办案的程序我不太明白，如今抓到了人，还劳烦兄弟跑一趟，把岑校尉叫过来，看看怎样处理。”锦衣卫点头离开。金夏面无表情地看着元明：“你杀了2个人，我不可能放了你。不过，若接下来问你的问题你都好好答，我可以考虑放你几天自由。”“我答，我都答。”元明连连点头。金夏便问道：“第一个，二胖师傅和小新是不是你杀的？”“是我杀的。”蓝清玄和谢霄刚刚赶来，就听到这一句。蓝清玄愣在原地，面如死灰。“你为何要杀他们？”金夏忍不住多问：“你并未炼制有毒丹药，和锦衣卫走一趟便是。大人定能还你清白，可你却滥杀无辜，连孩子都不放过，你懂什么？”锦衣卫坏我大计，我耗费了那么多心血，丹药终于要炼成了，此时离开就是功亏一篑。元明冷哼一声：“我已跟陆毅请求过晚些随他面圣，可他目中无人，根本不当回事，我只能出此下策。”金夏简直要被气笑了，但此时不是和他计较的时候。他又问：“第二个，三兽是被谁杀的？”“我不知道，我昨夜想去看三兽有没有趁夜逃走，没想到正撞见他和一个蒙面人在讲话。三兽是被他杀的，和我可没有关系。”“蒙面人？”金夏和盖叔对视一眼，又问道：“什么样的蒙面人？穿着厚重吗？你这个丫头说话顶用吗？”金夏越问元明心里越不安，他斜睨着他：“我都告诉你，我有什么好处？”金夏正要开口，却听见岑福冷冷的声音传来：“没什么好处，但你要是不说，就能明白与生相比，死的诸多好处。”岑福终于赶来，他狠厉地看了元明一眼，回过头跟金夏说道：“元明由我来问，保证他开口。袁姑娘，辛苦你了，你去找大人吧，他等你很久了。”至此，终于算是半个尘埃落定了。金夏步子轻快地走到陆毅房门，还未敲门，门就自己打开了。今日的阳光格外的好，陆毅正站在那阳光间，衬得人都温柔了起来。他看着他，眼睛从有他开始迅速地亮了起来。
像乘着明媚的春光，然后他笑着唤她姐姐。金夏心里像被什么击中了，他为什么替他扛下那么多事情，好像一下都有了答案，又好像没有。他还没想出个什么名堂，陆毅就扑上来，紧紧抱住了他。金夏头一回没有立马就想推开他，而是想有人等他，真好。张杰七，姐姐，你喜欢我吗？不是，灵儿，你这是抓的什么药啊？怎么会需要这些东西呢？盖叔手里抓着一张药方子，一脸震惊，这药是开给谁的？自然是开给陆毅的。林灵没好气地瞪他一眼。原本我打算再琢磨几日，看看这方子药效如何，再看要不要给陆毅用。但今天金夏和陆毅都说想要快些治好，那只能先就试试这方子了。成吧。盖叔挣扎了一小会儿，也就应了。他到底师从药王谷，对一些稀奇古怪的药材也并非不能接受。良药苦口，只能是委屈一下他了。林灵一笑，那快随我去抓药吧。袁明已被岑福带走，自然也就没谢霄什么事了。他看蓝清玄状态极差，原本想陪他一会儿，但蓝清玄说想自己一人待着，他便前去找金夏。谁知谢霄远远看见金夏和陆毅相拥的身影，只觉得肺都要气炸了。陆毅，臭小子，你在干什么？金夏和陆毅都被吓了一跳，金夏慌乱地想推开陆毅，他却绕到他背后，两只手可怜巴巴地抓着他的肩，害怕地看着高速移动的弱智哥哥。姐姐，我害怕。不怕不怕。眼见着谢霄已经冲过来，金夏手忙脚乱地护住身后的陆毅。谢圆圆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你干什么？你……而谢霄努力地伸手想要教训陆毅。你敢占金夏便宜啊？我让你占便宜，让你占便宜。陆毅在金夏身后左躲右闪，谢霄的魔爪愣是一下没挨着他。我没有占姐姐便宜，我喜欢姐姐，姐姐也喜欢我。我抱她才不是占便宜呢。陆毅也是满心的不满，他已经10岁了，知道占便宜是什么意思了。只有坏人才会占女孩子便宜，他才没有呢。金夏为了护着陆毅不受欺负，夹在他们俩中间，被左摇右晃的头晕目眩。陆毅话一出口，谢霄和金夏皆是一愣，随即谢霄反应过来，抓到了把柄似的，火气更大了。金夏还发着愣，没给陆毅挡着，陆毅结结实实挨了几下打。你果然对金夏图谋不轨，你这个小破孩子才多大就给老子嚷嚷喜欢，今天我就要好好教训你。陆毅见姐姐不护着他了，委委屈屈地抱着脑袋被谢霄追得满屋子跑。城门失火殃及池鱼，陆毅和谢霄绕着桌子跑了7、8圈，金夏被他们俩前前后后撞了10几回，才清醒了点。大人说他喜欢他，可是他现在只是个孩子，说的话怎么能算数呢？金夏无来由的烦躁起来，他拉住跑过他身边的陆毅护在身后，又眼神定住还想动手的谢霄。谢圆圆，还没闹够。谢霄不服气地停下，眼睛还死瞪着陆毅。陆毅有了靠山，气势也足了，他晃了晃金夏，问姐姐，你喜不喜欢我？金夏觉得现在喜欢这2个字就像炸药，轻轻在他耳边响起，就可以在他脑子里炸个大坑。他回过头，伸出手指在陆毅的脑门上用力戳了一下。你也没完了，今天席子没有，赶紧去，别在这瞎闹腾。金夏说完，径自推开房门走了。陆毅和谢霄站在房中面面相觑，大眼瞪小眼，最终哼了一声，休战了。天色渐晚，快要彻底黑下来的时候，林灵和盖叔才回来。林灵拎着大包小包的药材进了厨房，准备给陆毅熬药，就看见金夏在灶间忙得一头汗，陆毅蹲在底下烧火，满脸的灰，空气中弥漫着油烟味儿和焦糊味儿。陆毅边拨弄着木柴边咳嗽，还一脸天真的抬头问金夏：姐姐，你的菜是不是炒糊了呀？怎么可能，姐姐做菜也就比大洋差那么一点。金夏怕被油给爆到，3根手指捻着锅铲的最上头，小心翼翼地翻动着锅里已经有些看不清真实面目的菜。等着，马上就能吃了。
玲玲实在是看不下去，走到金夏身边，拿过她的锅铲，温和地笑笑：“我来吧。”咦，金夏开心地抹了把汗：“你回来啦？你和叔都干嘛去了？我都准备煮好菜等你们吃饭了呢。”玲玲一言难尽地看着锅里的菜，把烧火的陆毅也给拎起来，连着金夏一起推出厨房。好了，接下来的让我来吧，去把师兄叫来，让他生火。哎，好。金夏乖巧地应了，回头看见旁边的陆毅，扑哧一声笑了：“你是在拿木头生火，还是拿你自己的脸生火呀？”一脸的灰。陆毅一脸无辜地拿手在脸上抹了抹，把脸上的灰抹得很是均匀。金夏笑得肚子疼，没注意到岑福来了，还是陆毅看见的。阿福。岑福在一旁站了有一会儿了，见金夏和陆毅笑得正欢，便没有打扰。此时陆毅叫他，他才上前一步：“大人，袁姑娘。”岑校尉。金夏不再闹，拿出方丝帕给陆毅擦脸，而后询问岑福：“袁明审的怎么样了？”“该交代的都交代了。三寿是调换丹药的人，我们已经找到了证据，可以向皇上交差了，但是受谁的指使还尚不清楚。”金夏闻言，眉头不自觉地皱了起来。杀三寿的凶手还未找到，除了武功甚高，真是一点线索也没有。或许很快就会有。岑福说道：“袁明交代，他跟杀三寿的人做了交易，那人杀掉大人，他闭口不言三寿调换丹药的事。这几日恐怕就会有人找过来。”金夏愕然，谁胆子这么大，锦衣卫都敢杀？他看向陆毅，后者正在乖乖地拿他的丝帕擦脸，看见真擦出那么多灰，还一脸嫌弃。他想笑，却忽然意识到袁明一定将大人现在的状态当作砝码告诉了那个凶手，否则陆毅威名在外，怎可能说杀就杀？那人若是真心想对付陆毅，这个消息恐怕还会再散出去，大人若再不好转，恐怕就真危险了。金夏当下有些着急起来，但他深知着急也没用，只好强稳心绪，笑着说：“一会儿再商量怎么办。我先去叫盖叔生火，吃了饭再说。”有了林林救场，除了金夏一开始煮的那道菜，总算其他还算可口。金夏一个人默默地对付自己炒糊了的那碟胡萝卜，陆毅不时也跟着夹2筷子。金夏边吃边把情况跟大家说了，他苦着脸嚼嘴里的胡萝卜。眼下这情况，我们早日回京为上，拖得越久，情况对我们越不利。金夏，你也不用太担心。谢霄在一旁安慰道：“谁怕谁啊，他敢来杀就来，老子还不信对付不了他们了。你是对付得了。大人呢？”金夏见陆毅总加那碟卖相不佳的胡萝卜，给他加了块肉。大人现在尚未恢复，杀手又是针对他的。我们人手有限，到时他们人多势众，我们就顾不过来了。金夏说的有道理，那不如我们就明日启程回京吧。盖叔道。众人点头。蓝清玄一直沉默，此时才开口道：“没想到师父犯下了那么多丧心病狂的大错，给各位添麻烦了。”“怎么会呢？你那混账师父做的事情关你什么事？”谢霄今天早上去找了蓝清玄，告诉了他袁明的恶行，看着他崩溃痛哭，最清楚他心里有多痛苦。我看这丹青阁你也别待了，反正也就剩你一个人了，不如你明日跟着我们一起走，跟我回乌安邦，有我谢霄一口肉，就少不了你一口饭吃。对呀，小兰，别一个人留在这了。金夏关切地看着他，和我们一起走吧。蓝清玄看了一眼陆毅，淡淡笑着，摇了摇头，时机未到。饭吃着吃着，空气里渐渐有一种极其古怪的味道弥漫开来。陆毅捂着鼻子放下了碗，什么味道啊？岑福早就放下了碗，一言不发。谢霄和金夏也有些食不下咽，蓝清玄和盖叔面露苦涩，唯独林玲仍然淡定地吃着饭。厨房在煎药，应该是药的味道。咦，煎的什么药啊？金夏捂着鼻子，瓮声瓮气道：“之前给大人煎的药不是这个味儿啊。”新方子。林玲略同情地瞥了陆毅一眼，应该快好了，一会去端来。这药要趁热喝。陆毅瑟瑟发抖，谢霄幸灾乐祸：“少吃几口饭吧，
省得一会都吐出来。金夏安慰地拍拍陆毅，没事儿，姐姐这里还有很多糖呢，一会儿都拿给你吃。但真到端药的时候，金夏还是忍不住反胃，这味道奇怪又恶心，捂住鼻子也会往你胃里钻，闻起来都这么无法忍受。喝起来，金夏想象了一下，打了个冷战。他已经做好了陆毅闹腾着不愿意喝的准备，换了他也不愿意。这到底都放了些什么药啊？金夏屏住呼吸，急急忙忙地把药端到陆毅面前放下，转过身大步走了几步，猛地大吸了几口气。他忍不住问：咦，这到底都是些什么药啊？侧绸、昆当、金枝。林玲说到一半，金夏就承受不住的紧急叫停：咦，别说了，再说大人还怎么喝得下去啊？没想到陆毅看着这碗恶心至极的药，竟没哭没闹，皱着眉盯了一会儿，端起就咕噜咕噜的全喝了下去。金夏在一旁目瞪口呆，直到陆毅脸色苍白的把碗放下，他才匆匆忙忙给他包好2颗糖塞进嘴里。他真情实感地夸赞道：大人，你可真是条汉子。陆毅惨白着脸不说话，嘴里含着糖，想赶紧去掉那恶心的味道。林玲淡淡笑了笑，把碗收了。这方子疗效如何，还是未知数。原本我不想现下就用，但陆毅今早上特意来找了我，告诉我他想要快些长大，来保护你。语罢，他端着碗去了厨房，留下金夏和陆毅。金夏觉得脑子里好像炸开了，像今天早上陆毅说喜欢他的时候那样。陆毅觉得恶心的难受，想抱一下姐姐缓解一下，但他想起他早上问姐姐喜不喜欢他，他没有回答。既然这样，他就不能随便抱姐姐了，不然就真成耍流氓了。于是他拉了拉金夏的袖子，因为要太烫，嗓子都是哑的。姐姐，我难受，我想抱抱你。陆毅的那双眼睛一向是凉薄而冷酷的，以至于金夏从未细看过，到现在才发现他有扑扇的长睫毛，甚至比他的睫毛还要长。他的眼神里是稚气的渴望，时刻提醒着金夏，这是个孩子，不是真正的大人。可就算是这样，这个小小的孩子为自己做的一切，就能当作看不见吗？金夏慢慢地凑近他，把他抱进怀里。大人，辛苦你了。张结巴，要与我同骑吗？从丹青阁回京城拢共就3日的路程，要按陆毅以往的恢复速度，回到京城也就13、14岁，如何面圣也是一桩难事。金夏如今只盼望着那药能够起效，军心难测，无论如何都不是个10几岁的孩子能应付的。但万一那药没效，金夏想起来那诡异的方子，实在不愿陆毅白遭那个罪，于是第2日起了个大早，把2副方子的药都熬了。这样，万一陆毅没有好转，喝原来那副药便是了。金夏走出厨房，打了个哈欠，看了一眼外头，晨光熹微。今日启程，大家应该都起得很早。金夏估摸着陆毅应该醒了，便前去找他，轻车熟路地推开他的房门。大人，您……金夏话音未落，面前就一阵劲风扫过，银光一闪，绣春刀已经架在了他的脖子上，冰凉的锋刃紧贴着他的脖颈，稍微一动就会划伤。金夏骤然被吓出一身冷汗，抬眼一瞄，陆毅冷着脸，寒星般的双眸中是翻涌的戾气，像极了他们初见时他的样子。金夏又惊又喜，还未开口，陆毅就被惊吓到了似的，匆忙收回了绣春刀。他看着他眼里的戾气一瞬间化为平静，甚至带着温和扫了一眼他的脖颈。见金夏没事，他收了刀，继续把最后一件没穿完的衣服穿上。姐姐，下次进来前先敲门，我的刀比眼睛快，怕伤了你。他的声音清冷而温和，叫姐姐的时候，还听得出一点亲昵的意味。金夏的情绪可谓是大起大落，从惊喜交加到满脑迷惑，也不过就几个眨眼。他探究地看着陆毅的脸，试图从他的表情中读出点什么。大人，是你吗？陆毅把衣服穿好，见金夏一瞬不瞬地盯着他，不适应地转开了脸。姐姐，别这样看我。接连叫了他2次姐姐。金夏对他恢复的信心少了一半，
他不抱希望地问道：“大人，您现在几岁了？”金夏整个人看起来像一只耷拉着的松鼠。路易奇怪地看他一眼：“15。你怎么了？”“15。”路易眼见着他绽放出一个大大的笑容，刚刚的失落好像没有存在过。他抓着他的双臂摇晃：“大人，你15岁了，太好了，看来那样还是有用的。”金夏像跟兄弟说话似的，用力拍了一下他的肩：“你罪总算没白受。”路易不知道他15岁有什么值得这么高兴的，但还是跟着金夏微微弯了嘴角。他任他闹了片刻，才道：“好了好了，姐姐，东西收拾好了？”“早都收拾好了。”金夏乐呵呵的：“啊，对了，你等着，我去把药给你端来。昨天那药有用，你今天多喝点。”路易的脸色有点难看：“我还得继续喝那个药。”“你病还没好，当然得继续喝了。”金夏理所当然地说道。路易回想了一下那个味道，眉头紧皱，他有点崩溃地握住金夏的手，身体没力似的倒在他身上，脑袋搁在他的肩上蹭了蹭，可是好难喝。路易温热的体温让金夏一下子浑身僵硬起来，明明并不是没有拥抱过，他却觉出这拥抱与之前的并不相同，微妙而暧昧。他生硬地把他推开，低着头说了一句：“我还有糖衣会给你拿。”就狼狈地跑了。路易看着因为他跑得太急只关了一半的门，轻轻笑了笑。时辰尚早，严世蕃此刻还怀抱着美人在榻上睡觉。有脚步声传来，严世蕃睁开眼，便听见敲门的声音。他不耐烦地推开怀中的女人，坐起身来，低声抱怨道：“大早上的，扫兴，进来。”严峰推门而入，向严世蕃行礼：“公子，什么事？”严世蕃漫不经心道：“公子，路易今天早上便启程押送元明回京，您看是不是？”“嗯。”严世蕃点点头：“多带几个人，办干净点。”他的眉眼始终是漫不经心的，说话的语气也和吩咐严峰去逗鸟没什么区别。他瞥了一眼榻上已经醒了却仍紧闭着眼装睡的女人，饶有兴致地笑了笑：“去吧。”“是。”严峰一笑，转身离开，不忘把门带上。严世蕃俯下身，吻了吻女人的耳垂，在她耳边轻声道：“月儿，怎么这般动静？你都未醒？是我昨夜的药下得太重了，伤着你身子了。”女人的身子不受控制的微微颤抖，但仍闭着眼睛。严世蕃一笑，声音却是冷的：“我可不喜欢有人骗我。”女人慌乱地爬起来，跪在地上：“公子饶命！刚刚都听见什么了？”严世蕃玩味地看着他，似乎觉得颇为有趣。“奴婢什么都没听见，什么都没听见。”女人一边哭一边磕头：“求公子放过奴婢吧，奴婢真的什么都没听见。”抬头，严世蕃一声轻喝，女人立即吓得抬起头，脸上泪痕交错。严世蕃顺手拿起折扇，抬起她的下巴，温柔地笑着问：“你觉得路易这回会不会死？”“奴婢不知道。”“奴。”严世蕃眼中寒光一凛，他颤抖着住了口，试探着答道：“公子做事向来无往不利，想必要杀一个人也不会不得手。”严世蕃满意地收回扇子：“你说的对，确实如此。”来人！守在房外的侍卫鱼贯而入，他困了似的摆摆手：“把他带下去处理了吧，聒噪得很。”在女人的哭喊和咒骂声中，严世蕃躺回被子里，叹道：“今天可真是个睡觉的好天啊！今日一别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了。”众人都休整完毕，到了告别的时刻。金夏虽不舍，也放心不下小兰，但也尊重她的决定，多保重。小兰笑了笑：“来日方长，有缘定会再见。”她望了一圈众人，拱手道：“诸位也多保重。”路途遥远，一行人中有女眷，路易便安排好了马车，剩下的人骑马。金夏远远地瞧着路易指挥调度锦衣卫，颇为感慨地摇了摇头：“啧，这锦衣卫果然不是一般人，这才15岁就这么有能耐了，比不了啊，比不了，真变态。”分明离得甚远，路易却朝他这边看过来。金夏心虚地看了看四周，发现只有他自己，
不会吧？这都能听见？金夏不信。陆毅朝他走来，他也做出一副丝毫不怵的样子。怎么了？陆毅好笑地看着他，这副此地无银300两的模样。刚刚肯定说他坏话了，他无心揭穿他这些小心思，只是说道：姐姐，一会儿你和林大夫一起坐马车。嗨，不用。金夏阔达地一摆手，我骑马就行。是吗？陆毅挑挑眉，状似为难地说道，虽然马匹不够，但也不是不行。既然姐姐想骑马，那就与我同骑吧。金夏朝马匹处望了望，见谢霄和盖叔果然是与锦衣卫同骑。他假笑着摆摆手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还是坐马车吧。坐马车多舒服啊！陆毅向前一步，低头看他，眼里含着笑意，真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金夏假笑着跑去找林姨，跑到一半，忽然觉得不对味儿，大人该不会是在调戏他吧？他越想越觉得像，不禁怒火中烧。看来陆毅不仅当锦衣卫天赋异禀，当流氓也是天资甚好啊！上火归上火，临出发前，金夏还是数了数锦衣卫的数量，琢磨着要是打起来，胜算大不大？但敌暗我明，要杀陆毅，对方一定会派更多的人来。金夏默默给自己的手铳提前上好子弹，今日便可回到扬州。锦衣卫和六扇门的人都在扬州，若今日能安全到达，接下来的路程便可不那么担忧了。但事与愿违，回京路上山路甚多，行到密林处时，金夏敏锐地辨别出了区别于自己一行的马蹄声。他心里一紧，叮嘱林玲道：咦，待在轿里千万别出来。他从马车里出来，就看见一行黑衣蒙面人已经朝他们冲了过来。他握着手铳的手紧了紧，对方明显比他们人多。该死！锦衣卫瞬间陷入了混乱的厮杀。金夏一脚踹倒了一个想靠近马车的人，夺了他的剑，正想一剑了结他，他却一个鲤鱼打挺站了起来，伸手就取他的命门。他一惊，顺势拿剑一格，那人竟赤手空拳挡了他10几招，才被他刺伤在地。他环顾四周的锦衣卫，也都没有讨到好。这里的人都是匹敌锦衣卫的高手，是什么样的人要杀陆毅，才会有这么大的手笔？容不得金夏思考，他便又陷入缠斗中。混乱中，盖叔靠近到他身边，丫头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这群人的目的就是杀陆毅，眼见陆毅身边围了一圈人，金夏冲盖叔喊道：叔，保护好姨，我去帮大人。陆毅年少时武功虽好，但要对付这么多人，终究是力不从心。两人同时挥剑刺来，他挥刀格挡，却没注意到有一人从他背后挥剑遇刺。金夏一惊，大人！刹那间，陆毅挥刀划过身前两人的脖颈，纵身一跃，躲过身后偷袭。与此同时，金夏的子弹正中那人后脑。金夏后怕地冲到陆毅身边：你没事吧？你，大人！陆毅的脸色苍白的吓人，腰腹间的布料几乎被血染成玄色。他不知何时被刺了一剑，却仍一个人站了这么久。他的手仍握着刀，利落地挡下砍向他的一剑，厉声道：别分心。金夏眼圈红了，他扶着陆毅，拼死护着他往马车走，手铳对准靠近的人，谁敢挥剑就打谁。偏偏这些人都是不怕死的主，好在子弹用完前靠近了马车。盖叔和谢霄都在，金夏扶他上车，藏好了，让姨给你看看，下面有我们。金夏，他拉住他。短短几天，金夏这个称呼恍若隔世。金夏回过头看他，蓄在眼眶中的泪瞬间掉了下来。陆毅一瞬不瞬地看着他，那眼神极温柔，却也极有分量，似乎直接看到了金夏心里。他说：我拖累你了。金夏没说话，脚轻轻一蹬，便上了马车，利落地在陆毅的嘴唇上落下一吻，在陆毅愕然的眼神中轻声说道：大人一定要撑住。他跳下车，刚撂倒一个人，就又听见了马蹄声。他心一沉，生怕又是来杀陆毅的。他朝声音传来的方向一看，黑压压的一片，竟全是锦衣卫。增援到了。这回轮到金夏愕然地看向陆毅，他笑了笑：示弱方能制胜。张解酒，大人。
我喜欢你。锦衣卫增援的到来瞬间扭转了局势，大局已定。严峰混在黑衣蒙面人之中，暗暗骂了一声：奇差一招！他刚刚已经趁乱刺了陆毅一剑，取他性命不过就是须臾间的事，怎料陆毅这小子竟然还有后手。他望了一眼马车，袁金夏、谢霄那几个人全部围在陆毅身边，已经没有机会再下手。他恨恨地剜了袁金夏和陆毅一眼，趁乱悄然逃离。示弱方能制胜，金夏觉出他话里的意味，所以大人，这都是你安排好的。陆毅还没开口，岑福急匆匆地赶来，刚要禀报些什么，见到陆毅腹部的伤，大骇：大人，把剩下的人活捉了！陆毅神色镇定，问清楚谁派他们来的。是。眼见着陆毅腹部的伤口流出的血已经渗出他捂着伤处的手，他还要指挥着指挥呢。金夏急躁道：别管了，快进去给姨看看。玲玲早就在车里备好了纱布，他坐进车里，金夏便在车下撩起帘子看他。玲玲轻轻地一层层拨开他伤处的布料，露出了狰狞的伤口。金夏看着都觉得腹部一疼，陆毅却没什么表情，只是额间冒了些许冷汗。玲玲看着这伤口直皱眉：我先给你止血，回了扬州才好给你医治。好，有劳林大夫了。陆毅轻轻点头，神色一如往常，但金夏看得出来他的勉强，又心疼又生气，琢磨起来，陆毅大概早就安排好了今天这一切，只是却把他自己也搭了进去。昨夜我便让岑福回了扬州，金夏的脸色很不好看。陆毅怕他生气，主动开口解释：敌暗我明，无论我叫来多少人，他们都有机会去准备更多的人手，只有我示弱了，才能诱出他们所有的人，一网打尽。若真是大人，定不会用这么笨的办法。金夏知道这其中的道理，只是嘴硬，但他又想，既然他有了计划，为何不早跟他说？这样他也好做好准备，把握好分寸，不至于让他伤成这样。而且他也不至于……金夏的脸突然红了。陆毅看着他的模样，觉出一点恼羞成怒的意味，顿觉好笑。他视线缓缓下移，落到他的嘴唇上，目光暧昧而玩味地看了一会儿，才挑了挑眉，低声道：是吗？陆毅的目光如有实质，金夏只感觉又被亲了一回，气急败坏的一甩帘子，不再看他。流氓！陆毅低头一笑，自语道：谁才是流氓啊？刚刚一片混乱，谁也没注意金夏和陆毅发生了什么。此时谢霄和盖叔听见金夏骂流氓，面面相觑。谢霄像是抓到了陆毅的把柄似的，拉着金夏的手臂说道：金夏，是不是姓陆的欺负你了？你跟我说，我收拾他。他故意说得很大声，就是要说给车里的陆毅听。陆毅皱眉，不搭理他，只是在心里又把谢霄的智商平低了一层。金夏想了想，要说流氓，亲大人的也是他，他心虚地拉开谢霄的手：你别喊了，他没欺负我。他不再理谢霄，径直朝岑福那边去。盖叔旁观者清，但此时乖孙儿受了伤，也没心思再掺和小辈之间的闹腾，也跟着金夏走了，留下谢霄一人在原地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而岑福那边，剩下的黑衣人早就被锦衣卫团团围住，再无可能逃出升天。那几人互相看了一眼，岑福在锦衣卫多年，在赵狱审过的犯人没有1000也有800，立马看出来他们要自杀，马上喝道：拿下，别让他们死了。然而为时已晚，除了岑福亲手拿下的人，其他人皆服毒自尽。岑福扯掉他蒙着脸的方巾，掐着他的脸，逼他把嘴里的毒药吐了出来，冷冷道：是谁派你来的？那人只是狠狠瞪着岑福，并不说话。金夏在一旁也是毫无头绪，方向太多了，现在来下杀手的人，并不一定就是给皇上调换丹药的幕后黑手，这些人都是被豢养起来的死士，从他们身上根本就找不到跟幕后黑手有关的任何线索。岑福惦记着陆毅身上的伤，并不打算在此跟他多做纠缠。你们2个过来，把他看好了。他要是死了，我为你们试问。是。一场刺杀便这样化险为夷。
众人皆是松了一口气，但陆毅受了伤，得尽快赶回扬州。众人一路快马加鞭，总算在天黑前赶回了关驿。杨承万和大洋看见陆毅受伤，皆是一惊，连忙送他到房间休息。这一路艰险，让人身心俱疲，好在有大洋在厨房里忙活了好一阵子，折腾出了一大桌子菜。今夏闻到味儿就开心得不得了，真香！大洋，还是你做的菜最好吃。大洋围着围裙，端着最后一碟菜从厨房出来，笑着说：“行了，就你最会说话，赶紧趁热吃吧。”不行，大人受伤了，不方便动，我得先把饭给他送过去。今夏端了碗给陆毅熬的白粥，走前还不忘笑嘻嘻跟大家打声招呼：“你们先吃，我一会儿就来。”今夏端粥的时候倒是痛快，等走到门口了，才想起今天的尴尬事，欲敲门的手僵了一下，又收了回来。他心里挣扎了一会儿，还没把今天的事挣扎个明白。想到陆毅受了伤，现在还饿着，还是硬着头皮敲了敲门：“大人，我进来了。”他推开门，陆毅闭着眼睛躺在床上，像是睡着了。今夏轻手轻脚地把粥放下，坐到床边，看到他的手露在外面，他抓着他的手想放进被子里，谁知他却反手抓住他。今夏一惊，就看见陆毅看着他，眼含笑意。他一下抽回手，质问道：“你怎么装睡啊？”“我没有装睡，是被你弄醒的。”今夏此地无银300两的心虚模样着实有趣。陆毅揶揄道：“倒是你，看见我在睡觉，还坐到我旁边来做什么？”“我……”今夏眼睛眨了眨，咳了咳，正经道：“我是来给你送饭的。”陆毅一笑，撑着身子想坐起来，今夏连忙伸手去扶他：“你受了这么重的伤，就在扬州休养2日再回京吧。休养2日，病也好了，再回宫面圣不迟。”陆毅不应他，只是似笑非笑地盯着他看。今夏只感觉不妙，正要选择一个安全的话题，陆毅却比他先开了口：“姐姐。”他轻声道：“我记得很久之前，我问过你，是不是喜欢我，你没有回答。今日你亲我，是你的答案吗？”今夏想过，今日这事定然是避不过去了，却没想到陆毅问得这么直接。他那时是怎么想的呢？他看着他受伤，锦衣卫仍处于劣势，已经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，无论如何也要保护好他。他做好了战死的准备，原本已经不敢再去多想什么，怕再想就会失去那份勇气。可他听见了那声今夏，他心里的委屈骤然决了堤。那些曾经朦胧不得其解的问题的答案，在他心里拦不住的破土疯长。那时他脑子里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吻他，无论那是告白还是告别。我那时以为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今夏闷闷地说道：“亲你不过是一时冲动，可能只是想占你便宜吧。”陆毅被气笑了：“我是不是太惯着你了？锦衣卫的便宜你都敢占？你什么时候惯过我了？说好的以后俸禄翻倍，到现在我还没收到1文钱俸银呢。”今夏瞬间不服气地反驳。陆毅倒是第一次见识到今夏的财迷属性，笑道：“你想要俸银，找岑福去取便是了。我这还有俸禄更高的活儿，你要不要做？”“什么活儿？”今夏两眼发亮。“你先好好答。”今夏这见钱眼开的样子，着实让他哭笑不得。他伸手弹了弹今夏的脑门，今夏哎哎呦一声捂住额头：“为什么亲我？随便亲人也不给个交代。6扇门的捕快怎能如此呢？”此事无论如何，的确是他理亏。今夏将捂着额头的手往下挪了挪，捂上了眼睛，破罐子破摔地说：“因为我喜欢你，行了吧？”今夏遮着眼睛，没看见陆毅笑了，那是他很难得的一个极温柔的笑，像是冬日里融冰化雪的日光，柔软而温暖。他伸手把他拉进怀里，抚弄他的发丝，轻声道：“好，我知道了。”他的声音低沉而缱绻，像是等那句喜欢已经很久很久。今夏靠在陆毅的怀里，感觉像在一个梦里，没来得及开心，他忽地陷入了深深的失落。大人清醒的时候并不喜欢他，病好了想起这桩事，定会觉得荒唐吧？他现在这样做与趁人之危有何区别？
金夏想从陆毅怀中起来，他却抱着他不让动。别动，伤口疼，别让我费力气。金夏怕弄疼他，果真不再动了。金夏乖乖伏在他怀里不动，倒让他觉得有些奇怪。怎么了？为何不说话？金夏在他怀里摇头，陆毅把他扶起来，见他眼圈红红的，怎么哭了？大人，您现在在生病呢，卑职不能趁人之危。金夏努力挤出一个笑容。您清醒的时候并不喜欢卑职，等您病好了，想起来现在这样，一定会后悔的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平复内心的难过。他从未想过大人会喜欢他，可现在至少他年少时喜欢过他，不是也挺好的吗？金夏安慰自己，无论怎么说，都是他赚到了。可不知道为什么，他越这样想，却越委屈，眼泪都快要忍不住了。金夏笑得比哭还难看，声音里全是委屈。陆毅又心疼又好笑，揉了揉他的脸。我陆毅喜不喜欢谁，不需要谁来告诉我。这病岑服已经告诉我怎么回事了。谁跟你说我病好了就不会喜欢你了？金夏呆呆地看着他。我问你，陆毅给他看他的手链，这手链我是不是给过你？金夏点点头。后来你10岁的时候需要，我就还给你了。这是我母亲的遗物。陆毅淡淡道，一边说一边将手链摘下。我不可能随便将这手链给一个不重要的人，尤其是女子。我若是把它给了你，它就是你的。他将摘下的手链仔仔细细地给金夏戴上。戴好了，抬眼看他，我也是你的。陆毅的眼神温柔而深情，金夏看一眼都觉得心脏要跳出来了。他的目光好像直接透过了他的眼睛，溜进了心里，轻柔地驱散了伤心难过，唤出甜味的花。真的吗？他不确定地问道。这手链的意义无论何时都不会变。我若不喜欢你，定不会把它给你。陆毅刚说完，就看见金夏咧开嘴笑了，眉里眼里的喜悦就跟溢出来了似的。太好了！他扑进他的怀里。大人，我喜欢你。这反应可跟刚才截然不同。陆毅见他傻乐，笑着抱住他。轻点，撞着我了。啊，疼吗？大人对不起。好了好了，我没事。大人，你粥还没喝呢。冷了，不要了。大人，我还没吃饭呢。我也没吃饭。大人，你说的那个俸禄更高的活儿是什么呀？嫁给我，做我的夫人。陆毅理所当然地说道。以后家里的银子都归你管。金夏没想到，他和大人在一起第一天最值得纪念的事，就是大人求婚。张结时，我好像做了一个有你的梦。金夏，你怎么才来啊？暮色已沉，皓月当空，众人都已各自回房休息，唯有玲玲守着桌上给金夏留的菜。等金夏从陆毅房中出来，此时见到金夏轻快的身影，他一直轻皱着的眉头终于略略松了些，起身端着已冷的菜去灶间。我去把饭菜给你热热吧。咦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在等我啊？金夏有些意外，但不妨碍他殷勤地接过玲玲手里的碟子。以我自己来吧，你赶紧去休息吧，都这么晚了。金夏手上还端着陆毅喝完粥的空碗，玲玲轻轻瞥了一眼，看见空空的碗底，愕然道：想不到陆毅竟恢复得这么快，伤及了肠胃，竟还能喝下这么大一碗粥。玲玲话刚出口，金夏的眼神就可疑地躲闪起来。啊，是啊，大人都喝光了。那个，咦，我去热菜啊。金夏端着菜碟逃去厨房，脑子里全是陆毅哄骗他喂他喝粥的画面。他猛地摇摇头，找柴火生起火来。袁金夏呀，袁金夏，你这才刚跟陆毅在一起呢，就被他吃得死死的，这以后可怎么办啊？金夏脑子里越不让自己想，那些画面越蹦得更欢，像是想到什么格外丢人的地方。金夏的脸都皱成了一团，被大人吃得死死的已经够丢人了，更何况这只是15岁的大人，可即使觉得丢人和羞赧，金夏的笑意却一直明晃晃地挂在脸上。这些丢了的面子，日后再在大人身上找回来就是了，他才不会吃亏呢。金夏一通胡思乱想间，把菜热了，正准备端回桌上，却惊讶地发现玲玲仍坐在桌前等他。
林玲的神色犹豫而为难，金夏看在眼里，笑着坐在她身旁，端碗吃饭，边吃边开口说话，声音含含糊糊的：“姨，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。”金夏吃得欢畅，林玲看着他，默了一会儿才问道：“金夏，你跟陆毅？”可，嗨嗨。金夏一口饭呛在喉咙里，险些没匀过气来。刚想寻些话来搪塞，就见林玲一副我都知道了，你不必再骗我的表情。默了默，收了湖州的心思，把饭咽下去，才微不可察地点了点头。林玲得到了问题的答案，只是沉着脸不说话。金夏一边扒饭，一边悄悄抬眼皮瞧他，见他脸色不好，就搁了饭碗来摇他。咦，他拉着他的手撒娇：“你可千万别告诉我师傅，他之前便叮嘱我，让我离大人远些。现在知道了，肯定要生气的。”林玲却好似不关心这事，神色不动，只是经不起他撒娇，才复杂地看了他一眼。金夏，现下陆毅正在病中，你怎能这时跟他在一起呢？金夏怔了怔，随即释然地笑道：“没关系的，这事我与大人已经说清楚了。”他下意识地摩挲腕上的手链，即使他病痊愈了之后，也不会不喜欢我的。金夏，有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你。林玲轻声道：“之前是觉得没必要，但现在看来必须得说了。这几日陆毅如何待你，我看在眼里，但这是他在病中的状态，就好似得了风寒的人会咳嗽、流涕，这是他病的症状。病痊愈了，症状自然也会消失。陆毅也一样，他看似是年龄回到了从前，实际上这是他病中的症状。病痊愈后，他自然不会再像个孩子一样，也不会记得他在年少时做过的事。金夏，你明白吗？”林玲握住怔愣的金夏的手，他现在给你的承诺，病痊愈了就会忘记。若是他真心喜欢你，我自然不会阻拦于你。可现在的情况并非如此啊。会全忘掉吗？金夏之前虽然有想过，或许大人病好后会不再喜欢他，却没想过，原来他会连他们经历过的所有事都忘掉。原来他会忘记他曾恨不得一天12个时辰黏在他身边，会忘记他曾一本正经地说姐姐我喜欢你，会忘记他曾不惜一切也想保护他，会忘记他曾为他开心的笑过，会忘记他濒临绝境时给他的那个吻，会忘记他给他的承诺，也会忘记他告诉他他喜欢他。他会抽身出来，继续做那个高高在上的大人，留下他带着所有的记忆停在原地，像停驻在一个梦境。金夏低头，那串手链依然好好的戴在手上。陆毅温柔而笃定地告诉他，这手链无论何时意义都不会变的话语，仿佛还在耳边。他的心却已经没有办法笃定地相信他的话。他回想起生病前的大人，虽然对他并不坏，可无论如何也联想不到他喜欢他上面。或许这串手链并非对他意义不重大，只是当时情况危急，事急从权，为了救他的小命，让他提起精神来，大人才会把手链给他吧。林玲见金夏伤心，心里也不忍，却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他。他摸了摸他的头，轻声道：“缘分自有定数，不会被这些左右。只是这件事我必须要告诉你，好让你心里有个底。时候也不早了，你赶紧回去歇息吧。”金夏应了一声，勉强露出一个笑，回了房间。缘分自有定数，那他和大人的缘分又该当如何呢？陆毅醒来的时候，额间隐隐作痛，意识也不太清晰。他像是从一个冗长的梦境中醒来，躺了好一会儿，才从那梦境中缓过来，才察觉身体不对劲，腹部一直传来阵痛。他皱着眉，掀开被子一看，竟是受了伤。可何时受的伤，如何受的伤，他却想不起来了。他立即回想起袁明给他下的药，皱了皱眉。可现在他并不在丹青阁，陆毅打量一番，确认了自己身在关驿。看来那药并不只是让他昏过去了那么简单，他还忘记了一些事情。他看向窗外，天色微微发亮，时辰尚早。他身在关驿，身上的伤被悉心处理过，那么大概率是安全的，但他必须要搞清楚现在的情况。陆毅忍着痛强撑起身穿衣，准备去找岑福。他受了伤，
动作难免缓了些，正系着衣带，却听见门轻微的响动了一下，心下一惊，正要拿刀，就看见金夏端着一碗粥，蹑手蹑脚地溜了进来。陆毅，金夏看见正穿衣服的陆毅，愣了愣，下意识就背过身去不看他，但又迅速反应过来，急匆匆地把粥放下，把他拉回床上。你的伤还没好呢，这么早起来折腾什么？赶紧躺床上去，别乱动。陆毅好整以暇地任由金夏摆弄，直到他要动手将他的脚放上床，他才抓住了他的手，似笑非笑地看着他，进来不敲门，我换衣服也不回避，现在还对我要干什么指手画脚，圆不快。你想干什么？这嘲讽的语气再熟悉不过。金夏愣了愣，小心翼翼地试探道：大人，您恢复了吗？您今年贵庚？陆毅仿佛听到了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，莫名其妙地答道：22。他反问：如果我没恢复，应该是什么样？他话音刚落，金夏的脸色就肉眼可见地变差了。他收回被他抓住的手，退后一步，规规矩矩道：是卑职唐突了，还望大人见谅。陆毅回来了。那个天他下来也能顶着的陆大人回来了，一切终于都不回了正轨。他应该高兴，却笑不出来。金夏不对劲，陆毅自然看得出来，但现下还有正事，他简短地说道：袁明对我下了手，他很可疑，但给皇上丹药下毒的人不一定是他。我似乎失去了几日的记忆，跟我说一下这几日情况如何？是。金夏就把如何抓住袁明、断出凶手是三兽、回京路上遇险这些原本向陆毅禀明了，其余他和他的种种皆搁下不提。他最后说道：三兽背后的幕后指使者还尚未审出来，今日岑福还会再审，应当就会有结果了。陆毅心念飞转，听完金夏的话，心里已经隐约有了答案。他按下不提，只是笑着抬眼看他。这么说来，这个案子能破，多亏了袁捕快了。陆毅那个真是小看你了的眼神，金夏再熟悉不过了。他没好气地客套道：卑职不敢，倘若大人无事，卑职先告退了。金夏的状态不对，比起生气，更像是失落、委屈。陆毅看了眼桌上的粥，刹那间，脑海里倏地闪过零散的画面。他看不清那些画面，却看见里面都有金夏，无一例外。他分不清那是他缺失的记忆，还是冗长梦境中的碎片等等。他叫住金夏：我好像做了个有你的梦。金夏神色变了：大人都梦到什么了？陆毅自然注意得到他的变化，心下有了猜测，但脑海里逐渐完整串联起来的画面却很荒唐。他梦见8岁的他在桌前写字，而他在旁边昏昏欲睡。10岁的他把锦衣卫的令牌交给他，还抱着他不撒手。15岁的他受了伤在马车上，他眼里带着决绝，亲吻了他。陆毅很清楚地知道这不可能，但也有可能是梦境与现实混在了一起，有些事情是真实发生过的。他问他：我的锦衣卫令牌在你那吗？金夏一愣，竟真从衣服里掏出了他的腰牌。他递给他：大人将这腰牌给我，也是因当时情况紧急，卑职一时忘记将令牌归还，还望大人不要怪罪。陆毅接过令牌，思忖了片刻，忽的一笑。他不可能在梦境中将令牌托付于金夏，这梦境里发生过的事8成就是他缺失的记忆，但那对他来说毕竟是梦，很多事情依旧想不起来，但他记起了一些重要的事情。陆毅站起身，走近金夏，金夏下意识的后退，他却伸手在他腰上一揽，让他贴在自己跟前。金夏动也不敢动，心却在胸腔里不受控制的狂跳，任由他的手轻轻在他脸上摩挲。我忘记了，你在怪我，是吗？他想起来了吗？这个想法一出，金夏下意识便抬头看他，但他甫一抬头就被他封住了唇。他微凉的嘴唇轻轻印在他的唇上，那柔软的凉意直接穿过他的唇瓣，到达4肢百骸，让他整个人都在站立，直至分开。金夏仍是呆住的样子，他抵着他的额头，轻笑着，又问道：我忘记了这个，你在怪我，是吗？这一吻消解了金夏所有的委屈与不安。
他一夜辗转难眠，害怕失去的人，现在仍抵着他的额头。站在他面前，我以为……你以为什么？路易轻轻捏了捏他的脸，以为我会忘记，会娶别人做我的夫人，所以一看到我好起来了，就对我阴阳怪气。这兴师问罪的语气，今夏的官场作风，在路易面前一向施展得很是顺手。他立马陪笑道：“我怎么敢对大人阴阳怪气呢？一定是大人误会了。大人恢复了，我当然是喜上眉梢，喜不自胜，喜笑颜开，喜从天降了。”路易回忆了一下今夏刚刚的神色，似笑非笑地看着他。看来元捕快表现喜上眉梢，喜不自胜，喜笑颜开，喜从天降的方式，与常人略不相同啊。今夏舔着城墙后的脸皮答道：“正是如此。”路易笑了笑，把他拉进怀里。夫人脸皮可真够厚的，就算忘记了也没关系。就算我忘记了也没关系，因为我早就喜欢你，我还是会娶你，不过是迟一些罢了。现在这样也很好。我原本便觉得遇见你会不会太迟了，但现在那些模糊的记忆，好像变成了我少时的梦，我会把它们刻在记忆里。我不会忘记梦，也不会忘记你。秋高气爽，天空阔远。路易抱着今夏，在窗外投射的阳光下拉出一道分不出彼此的长影。你是我的少时惊梦，